你有没有想过，梦境竟然能预言未来？日本漫画家龙树亮 Tatsuki 用他的漫画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记录了15个预知梦，其中13个，或者说12.5个已经变成了现实。从摇滚巨星的陨落到全球大灾难，他的梦境就像提前剧透了历史，甚至连时间都卡得准得吓人。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，看看这些梦有多神奇，又有多让人细思极恐，保证让你一边看一边忍不住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从灵感笔记本到预言天书，龙树亮的故事得从1976年开始讲起。那年他才22岁，作为一名漫画家，他开始把自己的梦境记下来，整理成一本梦日记。什么是梦日记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像写日记一样，把每天做的梦记下来，可能是奇怪的场景、人物或者事件。他本来只是想从这些梦里找点灵感，画出更有创意、更吸引人的漫画，谁知道这些梦境竟然不是普通的幻想，而是未来事件的预告片。后来他把这些梦整理成了一部漫画，名字叫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，从1994年到1998年在日本连载，1999年还出了合订本。结果这本书就像一本天机书，里面的灾难和事件一个接一个应验了，简直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超能力。龙树亮还发现他的梦境有个特别的规律，梦里的事情通常会在5、10、15、25这样的时间间隔后发生。比如他梦见某件事，可能5天后、15年后就会变成现实。这种时间密码让他的预言更加神秘，也更容易抓住读者的眼球。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好奇了？别急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细数他的15个梦境，看看哪些已经成真，哪些还在等待验证。已应验的梦境，13个神预言。龙树亮的15个梦里，有13个已经应验，其中1个算半应验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已经变成现实的案例，绝对会让你瞠目结舌。1、英国乐坛传奇的陨落。你听过皇后乐队 Queen 的 We Will Rock You 或者 Bohemian Rhapsody 吗？他们的主唱 Freddie Mercury 是摇滚界的超级巨星，嗓音独特，舞台魅力无人能敌。1976年11月24日，龙树亮梦见 Freddie 因为一种传染病去世，新闻头条铺天盖地。10年后，也就是1986年11月28日，他又梦见皇后乐队聚在一起，但 Freddie 不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尊铜像。结果1991年11月24日，Freddie 真的因为艾滋病引发的肺炎去世了，和第一个梦隔了整整15年。后来，瑞士日内瓦湖边真的立起了他的铜像，和梦境一模一样。这时间点和细节的吻合，简直像电影剧本。2、日本摇滚新星的悲剧。1982年4月25日，龙树亮梦见一个年轻的日本摇滚歌手去世了。当时他还不认识这个人，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。结果第2年，尾崎峰带着歌曲《15的夜晚》和专辑《17岁的地图》出道，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歌手。他的歌充满青春的叛逆和感伤，深受年轻人喜爱。可惜1992年4月25日，也就是梦后第10年，尾崎峰去世了，年仅26岁。他的死因至今是个谜，有人说是自杀，有人怀疑是被谋杀，最后官方结论是药物过量导致肺水肿。从梦到现实10年整，时间卡得太准了吧？你说这算不算神预言？3、戴安娜王妃的悲惨车祸。1992年8月31日，龙树亮梦见英国戴安娜王妃抱着孩子的照片，画面温馨却带着一丝不安。戴安娜王妃是英国王室的风云人物，优雅又亲民，深受全球喜爱。5年后，1997年8月31日，他在巴黎被狗仔队追车，车速太快失控，撞上隧道里的灯柱，车身严重扭曲。他被救出时还有呼吸，但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去世。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，而梦境和现实的日期完全吻合，简直让人起鸡皮疙瘩。你敢信一个梦能这么准？4、神户大地震。
1995年1月2日，龙叔亮梦见日本神户会发生大灾难。神户是个繁华的大城市，高楼林立，港口热闹，人口密集。结果才过了15天，1995年1月17日，神户真的遭遇了 7.3 级大地震，史称阪神大地震。这场地震死了6000多人，受伤4万多，经济损失高达10万亿日元，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亿人民币，是日本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城市直下型地震。什么是直下型地震？就是震源就在城市下方，破坏力特别强。这梦和现实的距离近得吓人，只有15天，简直是及时预告。5.311大地震与海啸。1996年3月11日，龙叔亮梦见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发生大地震和海啸。他不确定具体地点，只在漫画封面上写了2011年3月发生大灾难。2006年，他又梦见同样的场景，这次地点明确是东日本。结果2011年3月11日，日本发生了9级大地震，震中在东日本引发了高达10多米的海啸，造成了福岛核泄漏等严重后果。这场灾难和梦境隔了15年，封面上的日期2011年3月11日精准命中，成了他最轰动的预言之一。这本书也因此彻底火遍日本，甚至有人叫它灾难预言书。6. 新冠病毒。还是1995年1月2日，龙叔亮梦见2020年会出现一种病毒，4月后慢慢消退，但10年后会卷土重来。2020年初，新冠病毒席卷全球，日本4月疫情达到高峰，和梦境隔了25年，算是应验了一半。至于2030年病毒会不会再来，那就得再等几年才能验证了。你觉得这个续集会成真吗？会不会让人有点期待又害怕？7. 神秘女生的死亡。1989年8月27日，龙叔亮梦见一个光脚、穿浅蓝色长裙的女生死在一个洞穴里，画面很清晰，像电影镜头一样。1年后，1990年8月27日，他去公园散步时看到了梦里的那个洞穴。当天新闻报道，一个穿浅蓝色长裙的女生真的死在了那里。这件事虽然不像大灾难那么轰动，但细节太吻合了，简直像灵异故事。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似曾相识的梦？8. 自己的封闭决定。1995年1月2日，龙叔亮还梦见自己退出漫画界。5年后，2000年，他真的封闭了，刚好是我所看见的未来发行后的第2年。有人觉得这个预言可能是他自己安排的，毕竟退出漫画界是他能控制的事，但时间点还是很巧合。是不是有点像他给自己写了个剧本？9. 自己的葬礼。龙叔亮还梦见过自己的葬礼，日期是7月15日，但具体哪年不清楚。他描述了葬礼的场景，甚至觉得自己可能会死在一场大灾难里。这个梦算不算应验还不好说，因为他现在还活着，截至2025年4月1日，但这个预言总让人觉得有点阴森森的。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毛骨悚然？10至13其他小预言。除了这些广为人知的梦，龙叔亮还有一些不太具体的预言，比如身边朋友的小事或者模糊的事件。他在书中提到过，但细节不够清晰，很难验证。不过这些小梦加起来，也让他的命中率显得更高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未实现的梦境。龙叔亮的15个预知梦中已经有13个，或者说12.5个变成了现实，但还有2个悬而未决的梦境，加上他对自己葬礼的模糊预言，这些待播剧集就像悬疑电影的预告片，个个都让人心跳加速，忍不住想一探究竟。这些梦境不仅涉及自然灾难，
还牵动着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和恐惧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详细拆解这3个未实现的梦境，看看它们到底有多震撼，又为什么让人捏一把汗。14. 富士山喷发的阴影。1991年8月20日，龙树亮做了一个让他至今难忘的梦。他梦见富士山，这座日本的象征，日本人心中的圣山，突然变得不安分起来。梦中，富士山顶开始冒出浓浓的黑烟，像一口巨大的锅里煮开了什么东西。接着，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传来，火山口喷发出炽热的熔岩，红色的岩浆像瀑布一样沿着山坡流下，吞没了一切。整个场景就像电影里的末日画面，充满了毁灭的气息。富士山可不是普通的山，它是一座活火山，历史上喷发过多次。最著名的一次是1707年的宝永大喷发，那次喷发持续了16天，火山灰甚至飘到了100多公里外的东京，造成了严重的农业损失和人员伤亡。从那以后，富士山虽然平静了300多年，但地质学家一直警告说，它随时可能再次醒来。龙树亮的梦境如果按照他一贯的5的倍数规律，比如15年计算，1991年加上15年是2006年，再加15年就是2021年。然而2021年已经过去了，富士山依然安静地矗立在那里，没有任何喷发的迹象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了。2020年，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报告，警告说富士山的熔岩活动可能正在增加。同年7月，科学家还监测到富士山下的火山活动有异常迹象，比如地壳微小的震动和气体释放。这些信号虽然不代表马上要喷发，但足以让人心生警惕。毕竟，富士山脚下住着几百万人，附近还有东京这样的大都市。如果真的喷发，熔岩流下来，火山灰遮天蔽日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景象？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。你敢不敢住富士山附近？很多人把富士山当成旅游胜地，每年夏天都有无数人爬山赏景。但如果龙树亮的梦成真，那些美丽的风景可能会瞬间变成人间炼狱。熔岩流的温度高达1000多摄氏度，能瞬间烧毁房屋、树木，甚至把道路融化。更别提火山灰了，它会堵塞空气，让人呼吸困难，还可能导致飞机停飞、交通瘫痪。日本政府早就制定了疏散计划，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喷发，真能跑得掉吗？这个梦就像悬在日本人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，随时可能落下。你觉得富士山会喷发吗？还是说这个梦只是他的一次虚惊？15神奈川横滨的海啸危机。1981年夏天，龙树亮又做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梦。他梦见日本神奈川县的横滨，这座繁华的港口城市被一场巨大的海啸吞没。梦中，海面突然掀起滔天巨浪，像一堵水墙一样扑向陆地。高楼被淹没，港口的货船被卷走，街道变成了汪洋，整个城市一片狼藉。横滨是日本第2大都市圈的一部分，人口密集，经济发达，港口停满了货轮和游艇，平时热闹非凡。可在梦里，这一切都被无情的大水摧毁，像极了灾难片《2012》里的场景。这个梦的时间点有点模糊，因为1981年之前，龙树亮还没有养成精确记录梦境日期的习惯。但他后来开始用5的倍数规律推算。如果从1981年算起，15年后是1996年，再15年是2011年，再15年就是2026年。前2个时间点，1996年和2011年都没有发生海啸，至少横滨安然无恙。2011年虽然有日本311大地震和海啸，但主要影响的是东北地区，横滨只是轻微受波及，远没有梦里那么夸张。所以，如果这个梦的规律还在，下一个可能的年份就是2026年。横滨的海啸风险其实不是空穴来风。日本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，海啸对沿海城市来说并不陌生。横滨靠着东京湾，地势低平，
一旦有大地震引发海啸，巨浪很容易冲进来。科学家估计，如果东京湾附近发生8级以上地震，海啸高度可能达到5到10米。虽然这比不上龙数量梦里的滔天巨浪，但对一个现代化城市来说，已经足够造成毁灭性打击。港口的船只会被冲散，高楼的地下设施会被淹没，交通和电力系统可能会瘫痪。更可怕的是，横滨人口超过370万，疏散起来难度极大。想象一下，如果2026年真有海啸，巨浪冲过来，高楼摇摇欲坠，人们尖叫着四散奔逃，那会是什么场面？龙数量梦里的海啸没有明确原因，可能是地震，也可能是火山爆发，甚至是海底滑坡。但不管是什么，这种画面都让人不寒而栗。你觉得这个预言会成真吗？还是说，这只是他作为一个漫画家的想象力太丰富，把灾难场景画得太逼真了？不管怎样，2026年离现在只有1年多，这个悬疑剧很快就会有答案。额外的大片，2025年的超级灾难，陆地重塑的科幻预言。如果说富士山喷发和横滨海啸已经够吓人，那龙数量的另一个梦简直像科幻大片，直接把震撼级别拉满。1999年7月5日，他梦见自己漂浮在空中，看到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海面上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，海底突然裂开，熔岩像喷泉一样涌出来，紧接着掀起了上百米高的海啸。2021年7月5日，他又梦见了同样的场景，这次细节更清晰。日本外海开始冒泡，像煮沸的水面，2条巨龙模样的东西从太平洋深处靠近冒泡的地方，然后剧烈的地震接连发生，卷起40米高的海啸向四面八方冲去。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，海啸过后，海底竟然升起了一块巨大的新陆地，把日本、台湾、香港和菲律宾这些地方连接了起来，向地球再重新拼图。龙数量推测，这场灾难会发生在2025年7月5日早上5点。他还说，梦里日本人穿短袖，说明可能是夏天。更让他不安的是，他隐约觉得自己会死在这场灾难里，因为这个时间和他梦见的葬礼7月15日只差10天。这个预言的规模之大，细节之多，简直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穿越了未来。40米高的海啸是什么概念？普通楼房一般3米一层，40米就是13层楼的高度。这样的巨浪冲过来，别说房子，连山都能被拍平。科学家说，海底火山爆发确实可能引发海啸，比如1883年的喀拉喀托火山喷发，造成了36米高的海啸，死了3万多人。但龙数量梦里的海啸高达40米，甚至上百米，远远超过历史记录。更别提新陆地冒出来这件事了。地质学上，海底板块运动确实能抬升陆地，但要把几个地区连起来，需要1万年的时间，短时间内发生这种事，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情节。这个梦的真实性有多高？有人觉得太离谱，可能是龙数量的艺术夸张。他毕竟是漫画家，擅长把想象力变成画面。但也有粉丝指出，他的梦境一向很具体，连日期和场景都能对上，这次会不会又是神预言？2025年7月5日就在眼前，如果真有这场灾难，日本、台湾、香港、菲律宾的居民怎么办？40米海啸能冲多远？新陆地会不会改变地图？这些问题让人既好奇又害怕。你会不会有点紧张？毕竟离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。为什么让人捏把汗？这3个未实现的梦境之所以让人紧张，不只是因为他们描绘的灾难太可怕，还因为龙数量的命中率实在太高。13个梦已经应验，剩下的2个加上这个额外大片，就像悬在头顶的未知阴影。富士山喷发威胁着日本中部，横滨海啸可能毁掉港口经济，而2025年的超级灾难甚至可能改变整个东亚的地理格局。这些梦境的共同点是，它们都指向自然力量的失控，火山、地震、海啸，
这些人类无法抗衡的东西。更让人不安的是，龙树亮的梦总有具体的时间和场景，不像一般的预言那么模糊。富士山的黑烟，横滨的巨浪，日本外海的熔岩喷发，每一个画面都像电影镜头，清晰的让人害怕。而且他的5的倍数规律虽然不是每次都准，但成功的例子太多，比如311大地震、Freddie Mercury 之死都完美符合。你说这会不会让人有点宁可信其有？为什么这么准？巧合还是超能力？龙树亮的梦境为什么这么准？他自己说是因为梦里有清晰的场景、地点和时间，还总跟5的倍数有关，比如5天、15年、25年这种间隔。有人觉得这可能是幸存者偏差，每年那么多预言，总有几个蒙对的，我们只注意到了它。毕竟世界上预言家多的是，失败的都被遗忘了，成功的才被放大。但15个梦里13个应验，概率超过 80%， 比彩票中奖还离谱。要知道，中彩票的概率可能只有几千万分之一，它的命中率简直是开挂级别，这还能叫巧合吗？还有人说，梦境预言没法用科学解释，可能真有种超自然的力量。梦是大脑的神秘领域，科学家到现在也没完全搞懂它是怎么工作的。有人梦见过考试题目，有人梦见过亲人去世，龙树亮的梦可能只是更高级一点。他能看到具体日期和场景，甚至还能画出来，这种能力是不是有点像通灵？他的经历就像在科学和玄学之间画了一道模糊的线，让人既怀疑又好奇。你觉得他是天才还是神棍？或者说他的大脑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？2025年会是大年吗？龙树亮并不是唯一一个预言未来的人，他的梦境虽然惊人，但世界上还有其他预言家也在剧透2025年的大事件。这些预言凑在一起，就像给2025年铺了一张紧张的灾难网，让人忍不住怀疑，这一年是不是真要炸锅了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预言家的助攻，尤其是最近缅甸地震后，印度神童的预测又被翻了出来，看看这些巧合会不会让你觉得有点过头。88万加。首先是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88万加 Baba Vanga， 他虽然在1996年去世，但留下了长达3000年的预言，一直延续到5079年。据说他的预言命中率高达 85%， 包括美国911事件、英国脱欧、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等大事。他曾预言2025年将是人类的一个转折点，欧洲会爆发一场严重的冲突，2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可能引发大规模伤亡，甚至拉开世界末日的序幕。他的预言总是带着一种神秘又阴沉的语气，比如欧洲将变成空荡荡的废墟，听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。印度神童阿南德。再来看看印度神童阿南德 APG Anand， 这位年轻预言家近年来因为神准预测成了全球焦点。他在2024年接受采访时曾说，2025年上半年南海地区会发生3大事件，第一，可能爆发区域冲突；第二，会出现天灾，比如地震或海啸；第三，可能有类似种族灭绝的惨剧。他解释说，这是因为2024年末到2025年初，土星和月球北焦点的星象交汇，会引发与水有关的灾难，而南海是第一个中招的地方。更引人注目的是，2025年3月28日，缅甸中部突发 7.7 级地震，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，震感甚至传到了泰国。美国地质调查局指出，这是缅甸最活跃的10节断层滑动导致的，可能是更大地震的前兆。缅甸就在南海附近，这次地震的时间和地点跟阿南德的预言2025年上半年南海会有地震、海啸惊人的吻合。网友们炸开了锅，有人说，这不就是印度神童说的天灾吗？还有人翻出他之前的预测，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、2021年印度洪水都被他蒙中了。这次缅甸地震会不会是他预言的开端？如果海啸接踵而至，南海周边的国家，比如菲律宾、越南、马来西亚，
会不会也受到波及？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巧合有点太吓人了？龙树亮的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就像一部未完待续的悬疑剧，15个梦境里13个已经应验，剩下的富士山喷发、神奈川海啸，还有那个2025年的超级大灾难，都让人心跳加速。或许这些只是巧合，毕竟世界上巧合多的是。或许真有人能梦见未来，谁又能说得清呢？梦境这东西，科学解释不了，玄学也摸不透，就像一个黑箱子，打开前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2025年7月5日，40米海啸，新陆地崛起，你会等着看这场现实大片吗？还是说你已经开始担心了？不管你信不信，看完这些故事，是不是有点宁可信其有的感觉？毕竟现实有时候比漫画还魔幻。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他的下一个预言会成真吗？或者你做过什么神准的梦吗？我们一起聊聊，等着时间来揭晓答案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